还有10分钟到地方，到了你自己下车。长官，你是总局的人吗？分局的，总局的人没空管这事儿，也没人认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别动！你这是对我行凶！我现在是逃犯，这符合规则。苏晨8年前是个神童，但之后泯然众人，当了8年的普通人，没有任何违规记录和体能特长。那就是为了防止出现意外，确保专家组能在开播第1天就把他抓住，好树立机构的公信力。把镜头切走，先给到专家阵营。欢迎收看追踪直播。负责本次全程搜索的5位顶尖专家已经就位。翠丽万老先生从业30年，被誉为东方神童，顶尖法医秦明，能让尸体说话的痕迹大师，同时也是知名推理小说家、心理学专家百素。在如此强大的警力面前，罪犯必将无处蹲行。现在让我们进入逃亡者苏晨实时画面。导演，这期节目的敌对目标怎么不按常理出牌啊？您看屏幕。啊！崔老，各位专家辛苦了。小伙子精神不错，今天局里忙，打起精神来。是。天网系统已接管全程监控。根据刚才的报告，苏晨在西城路丢弃了押送车。他没有交通工具，也没钱，换做普通人，大概率会往城中村或者监控死角的巷子里钻。只要他露头，3分钟内我就能锁定他。道歉。你是哪个部门的？看着面生。西城分局调过来支援安保的，刚报道。你的警号是多少093527。白老师，崔老叫你。怎么回事？段工，市局内部网络的防火墙突然出现异常波动，数据留在向外部溢出。有人在攻击内网，苏晨不是在逃亡吗？难道他还有同伙？查一下 IP 地址。就在这栋大楼里 ，IP 地址锁定了，就在我们这栋楼里，3楼弱电警房。撤离1队，立刻封锁3楼弱电警房。报告，房间内安全，没有发现嫌疑人。他植入了蠕虫病毒，系统正在被改写。西城区的天网系统下线了，他拿走了最高控制权限，不仅潜入了市局，还当着所有人的面瘫痪了追踪系统。刚刚在走廊，我撞见了一个穿深色制式制服的年轻人，编号是093527。查监控，看大门和走廊的录像。立刻通知全城巡警，嫌疑人苏晨已经伪装潜逃，天网失效，转入人工排查。老板，要30斤猪腿肉。30斤？饭店进货，麻烦帮我剁碎。肉馅儿？不，带骨头一起剁，切成拳头大小的块就行。黑色塑料袋，结实一点。喂，是报社吗？我在金陵大学后面的烂尾楼里，我发现了杀人碎尸。报告，110指挥中心转来一条报警记录，省晚报的记者接到了匿名消息，称在大学后街的烂尾楼里发现了极其恶劣的刑事现场。他一个逃犯，哪来的尸体？不管是真是假，立刻出警。是人吗？
是猪肉。接口非常平整，避开了坚硬的部分，专门挑选了连接部位进行处理。而且每件物品的重量都极其均衡，规格高度一致。这不是普通的处理手法，这是极其专业的特殊技能展示。他在向我们传达某种挑战。郭雨桐，你是我爸单位的，你看着挺眼熟的，我们是不是见过？没有。不对，我肯定在电视上见过你。等一下，你是苏晨，那个逃亡节目的凶手。这是一个局，你要带着我去完成某种特殊的计划吗？我总觉得不对劲，但又说不上来。你不会是那种神秘组织的人吧？不，在这个节目里，你现在的身份是一具尸体。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雨桐的电话打不通，也许是上课没电了。半小时前他还发短信给我，说在校门口等我，可我根本没给他发过短信。局长，把你的手机给我。你的手机在1个小时前被植入了木马程序，有人利用你的基站信号伪造了你的号码，给郭雨桐发了短信。苏晨，他绑架了我女儿。他在阻止我追踪郭雨桐的手机定位，他在用跳板伪装 IP 地址。他切断了连接。秦法医，我调取了附近的监控盲区路线。苏晨丢下肉之后，去了金陵大学的方向。金陵大学碎肉，黑色塑料袋，重量均匀。20年前，金陵大学医学院女学生失踪，发现了装在黑色塑料袋里的那些物证，切口平整，每块重量500克左右。对了，苏晨不仅是挑衅，他用猪肉布置现场，又带走了局长的女儿。他是在用一场全球直播，试图复刻20年前那起震惊全城的重大悬案。在苏晨进行下一步抛尸模拟前，把他找出来。警官，你把我带到这里，我们接下来干什么？躲满30天吗？你现在是一具尸体，尸体不需要说谎，也不需要出门。那你要我的手机干什么？你刚才用我的手机登了我的聊天软件，给我室友发了信息。因为你需要一个目击证人，证明你最后出现的时间和地点。为什么选我？为什么要牵扯我室友？因为20年前那桩校园血案，受害者是年轻学生，而你的室友对这件事非常执着。老岳，他平时连虫子都怕。这世上最会骗人的就是眼睛。我恢复了郭雨桐手机的部分底层通讯数据。他的手机在1个小时前被植入了木马，刚才进行了一次短暂的网络连接。查到连接基站了吗？信号经过了3次伪装跳板，最后消失在西城区的老旧居民区。接收人是谁？金陵大学建筑系大3学生赵小月，她是郭雨桐的同寝室友。赵小月，女，21岁，本地人，父母在10年前的一起车祸中丧生，性格内向。苏晨开局绑架郭雨桐，现在又主动联系他的室友。金陵大学辖区派出所派2名便衣女警去控制赵小月，她随时可能成为苏晨的下一个目标。对了，西城区的几个路口刚刚恢复了部分监控画面，有一辆无牌套牌轿车在10分钟前开出了盲区，前往了沿江路方向。把画面切出来。苏晨开始移动了。小伙子，你这袋子里装的什么？一直滴水，弄得满地都是。
饭店后厨坏掉的冻肉，坏肉也别乱扔啊，扔那个不可回收的桶里。好，辛苦了。哎呦，这么沉，这什么肉？这么大腥味儿！公交站台这里发现了极其可怕的东西，快派人来！就在垃圾桶里。沿江路3号公交站台接到群众报警，垃圾桶内发现第2个装有疑似碎尸的黑色塑料袋。第2个抛尸点，距离上一个才过去不到2小时，他动作太快了，他根本没打算藏，这是明目张胆的抛尸。这不是胡乱抛尸，你们看，从大学周边沿着城市主干到向外城辐射，他在刻意引导我们顺着这条线往下查。他想干什么？消耗我们的警力。他在展示战利品，或者说在完成某种仪式。秦明、王彦航去现场确认切口特征，如果手法一致，说明苏晨的游戏才刚刚开始。明白，我们立刻出发。2号，目标步伐正常，没有发现苏晨的踪迹。1号注意，他一直在看路边的玻璃橱窗，可能在确认有没有人跟踪，拉开距离。我在正门城控，你去侧后方。老板，你们这里有厕所吗？我肚子突然很疼。里面没有公用的，你顺着员工通道往后走，推开后门，巷子里有个公厕。谢谢。2号，目标进去了3分钟，还没出来，侧面有动静吗？侧面安全通道没人，情况不对。警察，刚才进来的那个穿牛仔外套的女孩呢？她说肚子疼，去后巷上厕所了。指挥组，目标跟丢。重复，赵小月利用便利店后门脱离视线，她具有极强的反侦查意识，请求天网立刻支援。和烂尾楼发现的一致，是猪腿肉，切口平整，每块重量误差不超过50克。法医，这底下有东西。集成农贸市场猪肉30斤，交易时间是今天上午9点15分。一个智商极高的逃犯，不会把买肉的小票忘在装尸块的袋子里。他故意留下的。仔细看看，今天上午9点左右，这个人有没有来过你的摊位？他戴着个黑色的鸭舌帽，压得很低。他买了什么？有异常举动吗？买了猪肉，整整30斤，要求挺奇怪的。他还特意问我要了5个最后的那种黑色塑料袋，就是装建筑垃圾那种。买完肉之后往哪个方向走？他上了一辆停在路边的飞车，没看清车牌。指挥中心，西城农贸市场确认嫌疑人苏晨购买猪肉。那是小月，警察不是在监视他吗？他怎么一个人跑到烂尾楼去了？便衣警察的常规跟踪技术对付普通人绰绰有余，但赵小月具有极强的反侦查意识。他去那里干什么？那个地方已经报警了，警察随时会回去。犯罪心理学中，凶手有一种典型的重返现场强迫症。可现场是你布置的，又不是他布置的。他去那里是为了欣赏自己的作品，或者说去看看是谁在拙劣的模仿他，抢了他的风头。20年前的碎尸案，真正的凶手可能已经死或者老，但赵小月是那个案子的狂热崇拜者。我调取了所有出口周边3公里的天网录像进行排查，查到没有？15分钟前，一个戴口罩、背黑色双肩包的女孩在建国路口上了一辆出租车，车牌号苏 A 33928。查出那辆出租车的行驶轨迹。从心理学角度看，室友失踪，正常女孩会极度恐慌，绝不会甩掉警察独自前往抛尸现场。立刻封锁烂尾楼，赵小月在里面。重复，实施全面封锁，嫌疑人极度危险，允许使用强制手段。救命！站在原地，双手抱头。赵小月，
一直有人在暗中保护你，你为什么要跑？我收到室友的短信，说他在这里出事了，让我一个人来。我看到有人跟踪我，我以为他们是坏人。报告，需要对嫌疑人随身物品进行检查。20年前失踪的女大学生穿的就是这款校服，这上面的血迹已经氧化成暗褐色。你一个现在的在校生，包里怎么会有当年凶案的证物？第20年前的悬案证据怎么会在一个女大学生的背包里？他收集当年证物，甚至带着作案工具来到这里，是为了重演那场碎尸案。我们都被苏晨耍了。什么意思？买猪肉，故意留下小票，全程抛尸。他做的这一切根本不是为了向我们挑衅，他是在做局。他利用这场数千万人观看的全国直播，做了一个高调的犯罪现场模拟。他用这个模拟现场刺激了隐藏在暗处的真凶和模仿犯。他把这只鬼叼了出来，然后借我们的手抓住了他。凶手赵小月已被抓获。你到底是什么人？你参加这个节目就是为了破案的吗？警方很快会顺着赵小月的线索，反推查到这家酒店。那我呢？你现在安全了，郭小姐，你可以出门报警。你包里的物品痕迹与20年前失踪女大学生的父母存在关联，这件物品是当年的关键，你从哪里得到的？我在一个专门的网络社区买的，卖家自称是当年事件的参与者。带这把刀去干什么？想去看看现场，如果条件合适，我想试试自己能不能做得更好。我筹备了很久，但是苏晨抢在了我前面，他的手法不对。记录和时候移交检察院，他是个潜伏的炸弹，苏晨提前引爆了他，还带出了20年前血案的线索，但他是个逃犯。收件人是翠里万，谁寄的？上面没写寄件人信息。下单的是个虚拟号码，包裹释放在指定储物柜，让我去取的。加急快递，安检过了，没有金属和爆炸物反应，放那吧。对了，初次见面，这个网络的声音分贝感应器已经启动，只要房间里出现高于50分贝的声音。坠楼！危险！快躲开！崔立万专家，根据节目规则，您遭遇了致命当量的爆炸物袭击，您已被淘汰。我知道了。段誉，你去哪儿？指挥中心需要你。我现在用局里的设备追踪不到他。我要用我车上的私人服务器，那里有我编写的底层追踪代码。苏晨现在是个极度危险的变量，你单独行动不符合规定。他就是一个黑客加骗子，只要让我连上服务器，5分钟我就能拔掉他的 IP 伪装。你一直藏在我的车里。你的私人服务器防火墙比市局的内网好破一点。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你为了追踪我，切断了车库的几个监控探头，这帮了我大忙。根据规则，你被物理淘汰了。紧急公报：开播不到48小时，顶尖专家组中的崔立万、段誉2位专家已被逃亡者苏晨淘汰。观众都在质疑专家组的专业性，赞助商要求我们立刻调整节目策略。老一代的专家组重于传统刑侦，跟不上他的节奏。通知新追捕组集结，我们需要能进行物理压制的实战派。我赶时间去抓那个叫苏晨的逃犯。
车速40码，避开3个天网探头，在视线盲区完成换装和下车。他计算过所有探头的旋转频率和死角。这不是直觉，这是精密的数学建模。我是樱花国派来的交流侦探上山明爱，请多关照。客套话免了，我不管苏晨脑子有多好用，只要让我看到他，他跑不掉。你抓不到他的，你的肌肉反应速度是0.2秒，他的计算速度比你快。你说什么？我说，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找到他。团长，你们这里还招魔术助手吗？形象不错，个子挺高。你以前干过这行吗？我懂一些精巧的构造和脱身的方法。正好，我们的首席女助手请假了，你换上衣服，下午有一场彩排，跟着魔术师走一遍位。如果没问题，晚上直接上场。车在车库被劫持，从车库出口到最近的天网盲区距离是300米。成年男性在不引起注意的情况下的快走速度是1.5米每秒。他消失在监控里的时间是下午2点10分。他需要一个能容纳大量人员流动，且内部监控系统不接入市局天网的地方进行伪装。综合地形和时间差，他在离开车库后的40分钟内，移动半径不会超过3公里。3公里内的盲区有很多，商场、地下街。不，商场有独立的安保监控，他需要一个处于移动状态或者临时搭建的场所。距离原点2.5公里处有一个昨天刚搭好的巡回马戏团，那里没有固定监控。特警一队，跟我走。各小组注意，嫌疑人可能进行了预谋，重点排查马戏团内部工作人员，不要打草惊蛇，等我指令。如果他在台上，我能看清。注意安全，小丫头。新来的第一场是大变活人，等会儿我用不罩住铁笼，你从暗门下去，别卡住了。明白。来得挺快。台上的那个助手身高有1.8米以上，监控数据不对。他的步伐和姿态是女性特征，但颈部有一条丝巾遮挡。我去试探一下。接下来，我们需要一位勇敢的观众上来配合。姐姐，你长得真漂亮，我可以抱你一下吗？魔术师故意打断了接触，我没能抱到他，但他近距离给我的体型压迫感很强，肩宽数据异常，而且吼不刻意用后丝巾挡住。你在试探他了，马戏团内部光线暗，他随时可能脱身。立刻全面封锁后台的所有进出通道，一只苍蝇也不准放出去。3组跟我从正面观众席直接突入后台。队长，舞台上有大型道具箱，他可能会利用魔术道具的暗格进行转移，请注意排查底部空间。行动！到处都是临时搭建的承重柱、铺板隔间和换衣棚，根本分不清他往哪边跑了。1号出口没有发现目标，视线严重受阻。你那边的热成像卫星能扫到他的具体方位吗？实用队长，马戏团的顶棚为了应对突发天气，使用了厚重的隔热防雨涂层，热成像设备穿透无效。脚下全是道具箱的滑轮印，怎么了？他既然扔了高跟鞋，那他现在一定是赤脚在跑。后台这种普通水泥地面灰尘很大，赤脚很难留下清晰的鞋印。3组跟着脚印，跟我往游乐区方向搜，动作快！队长，脚印进了这个迷宫。这种游乐园的镜子迷宫是专门用来扰乱视觉的，强行冲进去容易被绕晕，甚至发生误伤。分2个人守住入口和出口，绝对不能让他溜出。为什么不开手电？里面光线很暗。
全是彩色氛围灯，强光打在多重镜面上会产生剧烈的反光爆芒，这等于主动把我们的眼睛晃瞎，暴露我们在暗处的位置。进去之后，保持无线电静默。镜子角度太刁钻了，所有的光线都是重叠的，我们连哪条是真实通道，哪面是玻璃墙壁都分不清。看到一个人影，忽过去却是一面镜子，我们被困在视觉陷阱里了。我们看着都觉得头晕目眩，现场没有任何物理参照物，你能找出路吗？这是最基础的标准六边形蜂窝结构。这个迷宫每一面镜子的夹角都是精确的120度。只要计算视频里反射影像的重叠次数和折射衰减率，就能反推他们的绝对坐标。石勇，听好。怎么走？现在，闭上你的眼睛。在这种随时可能遭遇嫌疑人袭击的环境下闭。你的视觉已经被这些几何镜面彻底欺骗了，你看到的所有通道都可能是死路。不要相信你眼睛看到的任何东西，相信我的计算。向前走3步，伸出右手，摸到2块玻璃的接缝处，向右推。门开了，前面是一条没有镜子反光的长通道。顺着通道一直走，不要拐弯。根据测算，你的正前方应该就是迷宫的后门安全出口。罗教授的几何算力和空间建模能力确实惊人，这么短的时间就能推导出蜂窝迷宫的最优解。不过数学模型再完美，前提也得是这个迷宫是静态的。怎么回事？路被封死了，前面的门不见了。所有的镜子都在移动位置。罗辑，迷宫的地形改变了，整个结构都在重组。你的光学反推公式还能用吗？基础坐标系已经被彻底破坏了。在没有获取新的内部视野之前，我无法建立新的空间模型。周围全变成了死胡同，我们被彻底困死在这里了。要不要强行破拆玻璃？这些是夹胶钢化玻璃，防爆级别很高。继续往前走。苏晨改变地形，绝对不是为了把你们困在原地不动。他是在给你们指一条他已经规划好的新路，顺着现在唯一闪开的通道走到底，看他到底想干什么。队长，门锁死了，是从外面物理卡死的，推不开。打开战术手电，确认周围环境。进入了一个巨大的铁笼子里，全是焊死的钢筋，顶部也是封闭的，这里没有任何可以出去的出口。哼。他把我们当成马戏团的猴子一样，当众展览。队长，这笼子是用螺纹钢焊死的，台下全都是密集的群众。如果我们现在开枪强行打断门锁破拆，有可能会引起场内的大规模恐慌和踩踏事故。难道我们就站在这里，被全网几千万的直播观众当笑话看吗？普通演员，刚才在后台有个个子很高的男的给了我500块现金，让我一定要在这个环节把这封信递给笼子里的人。我什么都不知道啊！苏晨让人递了张纸条，上面全是乱码，看起来像某种暗号。这是加密字符，没有任何常规的拼写规律。我马上联系网安部门，让他们调用大型计算机进行解密。专家组习惯了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这是最古老、最基础的密码学——凯撒密码。那是古典密码，那具体的偏移量是多少？你需要纸笔算一下吗？我看着它，大脑的语言中枢就已经自动把它翻译出来了。纸条上的翻译过来就是我在迷宫，下一站白金市，那是隔壁省的重工业城市。他把下一步的逃亡路线直接预告给我们，这是在误导我们的侦查方向。不，他没有误导，他这是在点名向我宣战，通知白金市警方，拉响最高级别警报，苏晨要过去了。小兄弟，大半夜的搭车去白金市干嘛？合约，顺便找人下盘棋。现在你们这些年轻人还有喜欢下船多象棋的？看你为了下棋连夜赶路，那你这棋艺肯定很高吧？不上顶尖。不过过了今晚，这个世界上应该没有人能在棋盘上赢我了。核心项目推演完毕。做主利用心理陷阱与机械轨迹，成功戏耍并物理软禁顶尖专家组实战队长。全国直播各平台累计在线观看人数突破8000万大关，全网震惊值收集达到当前阶段阈值顶点，幅度提升记忆力、逻辑推演能力及神经元反应速度。
宿主将拥有等同于最高级别深蓝计算机的齐步推演能力，算无一策。罗辑教授，既然你对我的数学模型不服气，那么希望你对接下来这份任务感到满意。各位小辅手，还有旁边的裁判老师，打扰一下。请所有人立刻停下手里下棋的动作，离开你们的座位，双手抱头，集中到大厅正中央的空地上。你干什么？你身上穿的是什么东西？只要你们完全配合我的指令，我保证没有人会感到不适。立刻接通这间大厅对外的网络直播信号，把大厅的监控画面推流出去。你疯了！这里有这么多的人，你到底想做什么？只要我触碰这个感应器，任务就会进入下一阶段。我们的公网信号被劫持了，源头在白金市棋院的内部网络。是苏晨，苏晨在干什么？他竟然困住了30个无辜的孩子，他难道想把这场较量变成一场灾难吗？各位专家组的成员，上午好。罗辑教授，你应该能听得到我说话吧？你想玩什么心理游戏？内心里的炸药当量，经过我精确的计算，足够将这个大厅的承重墙彻底炸穿，把这里夷为平地。我不要任何赎金，也不要你们给我准备直升机逃跑。解除引爆程序的方法只有一个。罗教授，请你用指挥中心的电脑连线我面前的这个电子棋盘系统。这盘残局，只要你赢了我立刻停掉倒计时装置，束手就擒。机灵指挥组，白金市特警中队已经全面包围了棋院大楼，但是大门和主要窗户都被苏晨安装了红外线感应，我们的观察员根本找不到任何干预的角度，强行行动极有可能会提前触发系统的紧急锁定，现场太复杂了。该死！这是一个绝对的死局，他用30个孩子逼我们跟他玩游戏。罗教授，你会下象棋吗？只知道基础规则，我从来没有系统的学过这种棋类博弈。那你怎么跟他下？他既然敢豁出命摆出这个擂台，说明他在这方面绝对是个顶尖高手。你这不是去送死吗？在我的认知里，象棋不是一种依靠经验的直觉游戏，它本质上是一种包含有陷阱的数学穷举模型。他要比的不是棋艺。教授，该你落子红方了。提醒你一句，这个残局的第一步非常关键，走错一者，满盘皆输。3-4，不行，可以碰最近绝杀5阶，2平5被抽撤，陷入死循环，只有走马，完了对吧？反应速度很快嘛，罗教授。不过，你走进了死胡同。将军。我看红方的车已经过河了，是不是有机会？这是个陷阱，你看他的马一直停在河界不进不退，只要我的钓鱼车敢吃他的底下，他的钓鱼马匹立刻就会跳到卧槽位，就是连环杀招，时间也救不回来。为人类能在高压下思考这么久，值得称赞。但作为对手，你的时间不多了，倒计时还有20分钟。放手，把炮拉回来。不行，拉回来中路就空了。车8减6，捉马。他没管中路，他在逼我对子，我的算力跟不上他，他在用纯粹的计算量碾压我。距离320米。3楼大厅窗帘后面有密集的热源反应，可是窗帘是特制的隔热遮光材质，热源轮廓非常模糊。哪个是人质？无法确认，热源重叠太严重了。该是孩子。如果我们开枪穿透射击，子弹穿过玻璃和窗帘后会发生不可控的偏转。视野受阻，无法锁定目标头部，强行射击误伤人质概率超过80%，请求指示。那是30个孩子，继续观察，寻找缝隙。那边的观察者很专注，连镜片的微光都没藏好。
吃了就不许哭了，游戏马上就结束了。叔叔，你会炸死我们吗？不会，叔叔只炸坏人。该你落子了。给我停手！还有5分钟，快走啊！哪怕是拖时间也要拖下去。白金市的拆弹小组正在破拆后门。没有的，输了。什么输？还没下完呢！不管我现在走哪一步，他在3步之内绝对能形成双轨拍门的杀招。我已经在大脑里推演了所有的变数，108种走法，全是死路。30步还是50步？人类的大脑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处理这种量级的数据。你到底是什么东西？承认失败并不可耻。有时候机器确实比人好用。既然你认输了，那按照我们之前的约定。按我说的做，把这件外套穿上。还有，把你的工牌给我。立刻带孩子们离开，记住，别回头。我看不到里面的情况了。他要引爆了，强攻！立刻强攻！不管什么红外线了，把门炸开，冲进去救人！没有炸药。什么？就是个普通的电子闹钟改装的，这是个假炸弹。给一个假炸弹吓得不敢动弹。他拿一堆橡皮泥把我们2个市的警力耍得团团转。不仅仅是空城计，他是为了争取时间。他一定混在疏散的人群里出去了。正在回放5分钟前的人群疏散画面。放大左下角。他伪装成了工作人员。师傅，去江边码头，赶时间，都给你。好嘞，做完了。师傅，看来要更改一点了。过得去。你干嘛？交给你！别杀我！无法锁定轮胎，街道两侧有行人，不敢开枪。在隧道口设卡了点，别让他进到市区。2个市的警力，再加上我们整个专家组，居然拦不住他一个人。他的大脑里装着一个我们无法想象的庞大知识库。象棋、心理学、爆破知识、特技驾驶，每一次交手，他都在展示新的能力。他在进化。所有人都在讨论苏晨那盘棋和空城计，他的支持率甚至超过了我们专家组。有粉丝给他成立了后援会，称他为逃亡之神。他过往传知，不管他有多少本事，他现在还是个通缉犯。
插播一条紧急新闻：今日下午，白金市看守所发生一起恶性斗殴事件。碎尸案谋保犯赵小月在狱中放风期间，被人用磨尖的牙刷刺伤颈动脉，经抢救无效身亡。有线索表明，赵小月的死可能与30年前轰动一时的白金市连环杀人魔有关。看来你这种在下水道里30年的老鼠，终于忍不住。既然你想玩，那我们就玩把大的。有点意思。既然你这么喜欢玩警察抓小偷的游戏，那我就陪你玩玩。哥，听口音是金陵那边来的。白金市最近不太平，晚上别往老城区跑。怎么了？那个专门在雨夜杀人的疯子又出来了。警察最近查得严。那正好，我带了伞。是连环杀人案的卷宗，9名受害者全是年轻女性，身穿红衣，在雨夜被杀，但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指纹和 DNA。杀后，我们收到了线报，有人在黑市悬赏苏晨的人头，出价500万。可敢在白金市这么干的，只有那个沉寂了30年的老鬼。苏晨闹出的动静太大，他是为了这个案子来的。抓住了赵小月，来白金市，他想故技重施，他想用自己做诱饵，雕出这个连环杀手。要一间不需要登记身份证的房，最好是地下室，安静点。最里面那间。检测到宿主进入白金市连环杀人案核心区域。主线任务触发，在专家组之前找出并击败真正的雨夜人。最后一次出现是在东港码头一带。9起案件8度3年，作案间隔从3个月缩短到1个月。他在进化，也在享受。最后一起案件发生在棉纺厂宿舍，之后他就销声匿迹了。老城区有大量盲区，苏晨如果躲在那种地方，我们很难通过人脸识别找到他。只需要盯着一个地方。哪里？废弃的棉纺厂。如果苏晨想模拟案件，一定会选那里作为舞台，那是凶手的圣地，也是苏晨最理想的挑衅场所。老板，这件裙子卖吗？还要那个橱窗里的塑料模特假人也卖给我。那玩意儿挺沉的。我力气大。第一幕，彩排开始。30年前，白金市连续发生9起针对年轻女性的凶杀案，9名受害者死亡时全部穿着红色的长裙，不是雷暴雨的深夜。凶手手法极其专业，没有留下任何指纹和生物信息。而今天下午，看守所里的赵小月被人用磨尖的牙刷刺穿了颈动脉，一击毙命，精准切断大血管，避开颈椎骨。与记录的凶手第一刀极其相似，这是专业杀手的手法。他搜集了当年的校服和证物，是那个真正的凶手。为了灭口，还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原创，杀了他。凶手一直在这个城市里，只是停止了猎杀。凌氏的全国直播不仅把赵小月叼了出来，也惊醒了这只沉睡了30年的老鬼。苏晨来白金市，根本不是为了躲避我们的追捕，他是来下战书的。局长，苏晨开播了，武器进行强制推流，目前在线人数已经突破1000万。查他的 IP 地，立刻切断。他在用跳板隐藏物理位置，切不断。白金市的观众们，30年前你们的警察弄丢了一个喜欢在雨夜穿红裙子跳舞的幽灵。那个躲在下水道里的屠夫，如果你正在看直播，不用谢我。是绿色雨衣，
红裙子，消防服，渔业屠夫的标准现场配置。苏晨杀人了，他摆的是个假人，他在激怒那个杀手。把直播的声音放大。雨水打在顶棚上，发出的是沉闷的金属共振声，空间空旷，回音延迟超过1秒半。厂房挑高至少在15米以上。30年前连环杀人案最后一起的案发地是哪里？2号车间就是那里，他在重现30年前的最后一场杀戮。全体特警大队听令，目标城西第3棉纺厂2号车间，立刻出发。你得拿命来赔。苏晨人呢？外围已经封锁了，他跑不出去。有搜！厂区里的每一个角落都别放过。石队长，现场留下了东西，是苏晨留的挑衅信。纸条上的字是用从旧报纸上剪下来的嵌字拼凑粘贴的。可惜穿的人不对，真正的武者该上场了。纸条和钢钉上的痕迹，这绝对不是苏晨留下的。这现场不是他布置的吗？但这种用简报拼凑字体、用生锈钢钉固定留言的方式，是非常典型的老派连环杀手做派。他不会用这么具有年代感的复古手法。那个30年前的杀人魔刚才来过这里，成功了。那个幽灵不仅来了，而且还留下了回复。这代表他接受了苏晨的挑战，他准备再次作案。呼吸频率极低，30年过去了，这老家伙的身体素质居然没有大幅度退化。要上场，那我就替你把下一场演出的门票发出去。纸条和钢钉上没有提取到任何指纹和 DNA， 对手非常干净。明确表示他要再次作案。雷队，30年前，这个凶手的作案轨迹有没有地理规律？他从老城区的南边开始，一路向北推进。如果不是因为严打，他当年的第10个目标区域应该是确定的。在哪里？棉纺厂在往北2公里，是废弃的红星剧院。罗教授，情况有变。白金市电视台新闻热线的一通录音。为电视台吗？今晚8点，红星剧院。30年前的雨夜屠夫会通过全网直播，完成他当年没完成的谢幕演出。天！他居然敢公开预告杀人地点和时间！但这通电话不是打给电视台的，是打给那个杀手的。苏晨把时间地点公开，切断了凶手退缩的后路，也切断了他自己退缩的后路。他绝对会去赴约。所以今晚8点的红星剧院，苏晨和那个杀手都会出现。他杀手还有我们警方，3方必须在那里决出一个胜负。今晚我让你看着他完成最后的告别。老前辈，千万别让我失望。嫌疑人和苏晨肯定都在里面。石队长，直接下令突击吧。盲目突击会打草惊蛇，万一那个杀手在里面布置了归雷，或者苏晨留了什么极端的后手，我们会有伤亡。段誉，苏晨的直播推流信号出现了吗？罗教授，我正在监控全网所有的公共服务器和暗网节点，目前没有任何异常的数据流。他公开预告了今晚8点，就一定会准时把这个舞台展示给所有人。从剧院侧面的消防通风管道摸进2楼的灯光控制室，我要你第一时间占据制高点，确认舞台上的情况。你这只在下水道里躲了30年的老鼠，居然没有迟到。你明明知道我是谁，你居然不怕我！我今晚就在这里让所有人看清你。两人都在主舞台。他在做现场的犯罪心理侧写。段誉，立刻截取苏晨手机局域网的网络信号源，把他的收音同步到指挥室。
们挑选暴雨天作案，根本不是为了什么浪漫的仪式感。在干燥的马路上，你薄行的脚步声特征太明显，只有在暴雨天，巨大的雷声和雨声才能掩盖你拖拽左腿的声响。暴雨，红裙子，那是我留给这个世界的杰作。你只能通过杀戮来获取你那点可怜的控制感。我说的对吗，老师？当年的卷宗里，法医对9名受害者的尸检报告写得很清楚。仔细听他的逻辑。当年白金市的警察被你刻意布置的血腥现场误导了，他们以为你在进行某种变态的宗教仪式。9个受害者的致命伤都在颈部左侧，创口极深，这说明你是右手持刀。右侧肩膀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严重皮下挫伤。当年的法医认为那是受害者倒地挣扎时撞击地面造成的。不对，如果是倒地撞击，挫伤面积不会那么集中。那根本不是撞击地面的伤痕，左腿无法提供足够的支撑力。你在右手用力挥刀切割的瞬间，身体重心严重向右偏移。仅仅通过卷宗里的伤痕记录，就反推演出了凶手的生理缺陷，这简直是怪物级别的侧写能力。就算你知道我的腿有问题又怎样？我依然杀了9个人。你停手30年，不是因为你大发慈悲，更不是因为你的艺术完成了，是因为在第9起案子，受害者在挣扎中，他狠狠地踢中了你的脑部，那一脚造成了你不可逆的生理损伤。也摧毁了你仅存的自信。你不是不想继续，你是吓破了胆。这不是真的，这不是真的！属下不要开枪，抓活的！你也被包围了，双手抱头，立刻蹲下。今晚是来给白金市公安局送大礼的，我帮你们雕出来了。他刚才在几千万观众面前的崩溃和无差别攻击，已经等同于认罪。你们当年的耻辱，今天可以洗刷了。在白金市祈愿危害那么多无辜的人，甚至把警方当成你作秀的工具，你的罪名足够你在监狱里待几辈子。别戏耍警方，如果不是我用极端的手段激怒他，他根本不会露出破绽。再过30年，你们也找不到一个深居简出、没有任何案底的残疾老人。你们应该给我发一面锦旗。剧院已经被我们围得铁桶一样，他插翅难飞。明知道我们重兵不控，为什么还要站在原地和世勇浪费口舌？他这是在故意拖延时间，吸引你们的注意力。他一定留了逃跑的后手。苏晨，你还想玩什么花样？这里没有平民给你当人质，你跑不掉的。罗教授的直觉总是这么敏锐。抓住了人，可你知道他的作案凶器还有当年的战利品藏在哪里吗？法庭上，一个经验丰富的辩护律师完全可以用精神失常，导致胡言乱语来帮他翻供。你使动我的红裙子，不许动！他的床板下面有一个改造过的防潮暗格，当年的9件红裙子都在里面。请进，放置所有处，冒烟雾弹。这次合作很愉快，物证留给你们，我们下个舞台见。罗教授，剧院内可是杜为零，热成像一受烟雾和刚才爆破余温干扰，无法锁定苏晨的热源信号。 4个大门的守卫汇报，没有人从正门和侧门突围，他还在剧院里。难道他挖了地道？我立刻让人去查剧院的地下防空洞入口。不用查地下，他走的是上面。段誉，调出红星剧院70年代的建筑结构图。这栋楼为了满足当时大型演出的防火排烟需求，舞台正上方天花板里一定有一个直通天台的巨型中央排气孔。 查到了，主舞台正上方20米处，确实有一个宽1.5米的垂直排气井。他算准我们不敢在没有视野的浓烟里乱开枪。他提前在舞台顶部的猫道上挂了滑索，就利用滑索直接升空，顺着排气井爬到天台去了。真实用，停止内部搜索，直接把那个杀手押回来。你敢走天台，就说明他早就规划好了大楼外侧的立体逃生路线，现在追已经来不及了。加急比对结果出来了。 林勇带人从嫌疑人地下尸暗格里搜出来的9件旧款红色连衣裙，上面提取到了大量微量皮屑和陈旧性血迹，与30年前与受害者的留存生物样本完全吻合，证据链彻底闭环。这个人就是如假包换的爷爷托付。白金市压在刑警头上30年的这块石头，终于搬开了。案子是破了，可是苏晨又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人间蒸发了。 2个市的警力，加上我们顶尖专家组，居然拦不住他扔个烟雾弹，这简直是奇耻大辱！
你必须承认，苏晨这次展现出的综合犯罪素质，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预估模型。精通极致的心理侧写，能通过卷宗上的死者伤痕反推凶手的腿部残疾，还拥有极强的战术规划能力，一个人就布置出了完美牵制警方和凶手的三方死局。他甚至还有顶级的格斗技巧和反侦查能力，他在不断的进化。他再怎么进化也是个人，只要他敢露头，我总有按住他的一天。像他这种沉迷于展现高智商赃降维打击的人，心理阈值已经被彻底拔高。普通的连环杀人案已经满足不了他的胃口了。国内公安系统的最高机密档案，找出那些级别最高、影响最恶劣且被公认为绝对不可能告破头悬案。震惊值突破10级最高阈值，宿主获得满级战斗技能神级格斗术，恭喜宿主获得辅助伪装。同志，例行检查，请出示身份证和车票。警察同志，你们这么严，是不是在抓电视上那个叫苏晨的逃犯啊？这照片看着比你现在胖一点。你去终点站海港是干什么？完胆囊手术，瘦了10几斤。去海港市电子厂找我表哥打工，需要我撩衣服给您看刀口吗？不用了，刚做完手术，少看电脑。证件收好。谢谢警官。白金市的地皮都被翻过来了，全省的高速、铁路没有任何人脸抓拍，他就这么人间蒸发了。让很多人已经把苏晨当成了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民间制裁者。他连续破解了2桩陈年悬案，他现在的心理状态已经进化成了拥有上帝视角的审判者。一个心理阈值被无限拔高的完美主义犯罪天才来说，常规的连环杀人案已经无法刺激他的多巴胺了。那他接下来要干什么？抢国家金库，会去找那些连国家机器都束手无策、被称为人类未解之谜的绝对死局。他要向所有人证明，他的算力超越了现代科学。段誉接入公安部最高绝密数据库。你难道是说那起案子？这绝对不可能！苏晨智商再高也是个人，那起案子根本不属于刑侦范畴。调出来。疯子最喜欢挑战神迹。前海航 H370 客机载着239人，在平飞巡航阶段，毫无征兆地从空管雷达上凭空消失。舰队在太平洋搜救了1年半，没有找到哪怕一块指甲盖大小的残骸，也没有黑匣子信号。不仅是雷达消失，军方底层的卫星数据显示，航班上的2套独立应答机系统是被人为从驾驶舱内部手动关闭的。有人在万米高空精心策划了一场完美的密室失踪案，这就是苏晨下一个一定会去挑战的终极谜题。手动关闭，利用地形掩护进行超低空雷达贴地飞行，真有意思。239个活人不可能化成灰，只要是人为操纵，就一定会在数学模型上留下破绽。那一战，看来得去海港是吹吹海风了。希望那里的大海能把秘密藏得深一点。你哪个部门的？公函呢？你没看内部邮件？全省的空管雷达数据更新，你可以现在给你们主任打电话，问问他是不是他亲自批的权限。你问我要公牌，责任你来负。我出去抽根烟。我们连苏晨现在的脸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怎么找 ？H370 航班失踪，官方公布的调查报告，他绝对连标点符号都不会写。航空公司的黑匣子都没找到，哪来的数据？是反射波数据，不是官方过审后发布给媒体的平滑轨系统。那是唯一没有被篡改可能性的数字尸体。如果有人在试图打包3年前那份超过500 G 的原始雷达数据，那个人绝对就是苏晨。目标文件正是 H370的底层雷达反射数据。通知海港市特警封锁空管大楼。对方设置了单向数据锁，我现在的权限无法覆盖他的指令，他甚至在用我的追踪流量给他的下载加速。反应慢了30秒，数据我接走了。航班应答机关闭。1点22分，最后一次雷达反射信号消失在南海交界处。官方给出的结论是飞机在此处坠毁。底层数据不对，曲线不是垂直坠落，而是平滑过渡，这不是坠毁，这是人为的雷达规避。用海面杂波掩盖机身反射面积，完美的战术及盲区规避动作。民航机长绝对受过军方级别的特种飞行训练。空管中心的数据被苏晨拿走了一份，他能看出什么我们看不出的东西吗？动机 ：H370 航班的机长叫林建国，
他在失踪前几个月经历了严重的财务危机和家庭变故，有抑郁症倾向。主流推测是机长蓄意带着全机乘客自杀。难道不是吗？故意关闭应答机，除了机长，谁能做到？苏晨现在一定在分析飞机的最后姿态。如果是一个一心求死的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直接推杆俯冲坠海，但他没有。飞机在消失前完成了一个极其精准的270度战术大转弯，构建盲区，飞行了至少3个小时。他在执行一项极度隐秘的任务，或者他被人用某种无法拒绝的筹码要挟了。调查早就结案了，你还有脸来这里要清白？他是一名曾获得过荣誉的资深飞行员，他把乘客的命看得比自己还重，那份官方报告全都是伪造的。他当然没有自杀，自杀的人不需要在转弯前手动关掉货舱的火警灭火系统。你说什么？你是谁？你为什么会有这些数据？航空公司连这些都不肯给我看。重要的是，我想知道3年前那架飞机上到底装了什么。在应答机被关闭的30秒前，火警系统和空气循环系统被彻底切断，这意味着货舱里有东西出了问题，极度危险的东西。你父亲为了防止事态扩大，或者为了配合某种行动，手动切断了货舱的联系。官方给出的货运清单上写的是2吨热带水果和一批普通的锂电池。你父亲起飞前有没有跟你提过什么异常？失踪前1晚，他在家里的飞行模拟器上反复练习了一个特别奇怪的航线。什么样的航线？从海港市起飞，但不走国际主航道，贴着海岸线，然后突然下降高度，在一个叫安达曼的坐标点进行盘旋。安达曼深海海沟，那里是声纳的绝对盲区。带我去你家。林建国的女儿林夏，这3年来，她一直在上访，试图推翻官方的自杀结论。苏晨既然推导出了飞行轨迹的异常，他绝对会去接触林夏。联系海港市警方，把林夏控制起来。只要苏晨敢出现，就在那里按住他。段誉，立刻黑入林夏住所的智能电表和网络路由器。如果苏晨去了他家，一定会使用他的网络或者大功率电器。我要知道他的一举一动。林夏家的电表功率瞬间达到5000瓦，有人启动了那个大型飞行模拟器。看看他在模拟什么航线。如果满载燃油和乘客，机线激动，机翼绝对会发生物理折断。可是我爸那晚明明飞成功了，模拟器上显示的是绿灯。官方公布的载重是200吨，水果和锂电池比根本不存在的。你父亲不是在自杀，他是在执行一个要求极高精度的战术规避动作。而这个动作的前提是必须有人在起飞前将20吨的配重数据从系统里抹掉。那架飞机上根本没有2吨的热带水果，有人利用这架民航客机走私了某种绝密的东西。我爸是被逼的。PP 锂电池极有可能发生了不可控的反应，或者有人在飞机上引爆了某种装置。你父亲为了避免飞机在城市上空坠毁，强行切断应答机，把飞机开到了无人海域。航空公司高层和相关调查机构全都是知情者，他们在掩盖那20吨货物的真相。可我们怎么证明？那是3年前的绝密清单，纸质档案早就被销毁了。数字化时代没有真正的销毁，只要它存在过，就一定会留下痕迹。 2吨山竹加上4吨的民用锂电池，都是符合航空运输规范的，没什么可疑的。H370航班失踪的时间是3月份，不是东南亚山竹的量产季节，根本无法凑齐2吨的极品现货。水果必须冷链运输，否则在密闭货舱里极易腐烂。航班起飞前，货舱的冷链温控系统是关闭状态。谁会花高昂的空运费去运2吨会烂掉的水果？你是说山竹是用来掩人耳目的？锂电池，但绝对不是民用的。 3年前，某种未经国际允许的高能武器及固态电池正处于秘密运输阶段。如果那东西在空中发生热失控，那整个航班就是个飞行的炸弹。苏晨肯定也算到了这一步。他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把这个捂了3年的惊天丑闻彻底撕开。防得这么死，看来里面的东西确实见不得光。 苏珊出手了！他监视着海港市所有公共大屏和主要电视网络，切断一个节点会立刻裂变出3个。 3年了，
很多人已经忘了 H370航班。这架航班起飞时的实际载重比申报载重轻了整整20吨。那架客机的货舱里装的是一枚随时会热失控的炸弹。建国是个疯子，独自驾驶着燃烧的飞机飞向了深海盲区。一些为了利益掩盖真相的航空公司高层是杀人犯。武器底库都被人扒干净了，这些绝密文件正在全网公开扩散，董事会的电话已经打爆了。这疯子是怎么拿到这些物理隔离的数据的？现在该怎么收场？航空公司必须付出代价，官方必须重新开启调查。他用最犯罪的手段干了最正确的事，已经不再是个逃犯了。对方使用了分布式僵尸网络，封存所有物理服务器和纸质档案，绝对不能让他们查。那个黑客手里可能有原始底弹的物理备份。今晚移除这2个核心节点，切断能源供应线路，彻底抹除现场痕迹。罗教授，海港市航空集团的内部通讯流量出现异常峰值。他们在使用卫星频段联系外部人员。当资本面临生存危机时，会采用最直接的物理消除手段。海港市是1线城市，他们敢动用职业杀手。现有的法律规则对他们已经失效。他们今晚一定会去处理掉他，并销毁苏晨手里的物理证据。石勇带队去停下的公寓，苏晨现在就在那里。我爸的调查重启了，警察马上就会来找我做笔录。但在警方的装甲车抵达前的这10分钟，清理现场的杀手会先到。去卫生间，关闭光源。当放满水，身体进入水中，水体可以有效吸收子弹的物理动能，并缓冲氢当量爆炸产生的冲击波。那你呢？我留在这里，我需要拦截这些外部入侵者的通讯链路。都处于非锁定状态，准备突入。到辖区派出所的先遣警力还有多远？无法抵达。清理小队已经进入建筑内部。苏晨有武器吗？没有记录显示他携带热兵器。石勇准备法医鉴定工具。苏晨存在被物理清除的概率。安全确认，寻找苏晨和林夏。林夏安全，2名携带热兵器的杀手被瞬间制服。袭击者使用了顶级的军用近身格斗术，现场没有发现苏晨的物理踪迹。检查杀手的通讯设备。通讯耳机被取走了，这是调虎离山。他留在公寓是为了获取杀手的电台频率。反向定位了指挥者的物理坐标，他去航空集团总部了。你需要多少资金？我可以提供离岸账户的数字密钥。临建国关闭英达机飞向公海，但你们的高层一定在货物上安装了独立的3方定位追踪器。3年来，多国搜救队没有找到残骸，因为你们掌握着精确的物理坐标，却不敢进行打捞。定位器全现在境外军火商手里，我不知道坐标。人体大腿股动脉的直径约为8号。告诉我那个坐标，如果不及时放开，你的身体将面临永久性的生理损害。在马里亚纳。海狗眼神带。国际海事卫星的公共救援通讯频段被劫持，内容是什么？一段明码电报。海航 H370 航班真实坠毁物理坐标，北纬11度24分，东经142度12分。打捞20吨非法高能电池及239具遗骸。坐标公开了，明天会有几十个国家的探测船到达那里。航空集团彻底失去掩盖物理证据的可能。他用1行数字撬动了国际局势，他强制全世界替他完成最后的物理打捞。
苏晨，陆地出口以物理封闭，海面有6艘巡逻艇，已没有水下呼吸设备，无法突破水面封锁。放下电子设备，接受物理装捕。我公开了坐标，恢复了事实的物理原貌。以获取数据的方式违反了现行法律，法庭会判定你的行为性质。苏晨，你的战术推演达到了目的，但你现在的物理位置是一个死角，背后是深海，正面是300名武装人员和8个狙击点，水面没有可供你黑入的自动化船只，你的逃生概率为0。罗教授的物理分析漏掉了一个环境变量。什么变量？这座码头的重型机械自动化程度。散开！他用集装箱建立了物理屏障，阻断了狙击手的弹道轨迹和无人机的光学视野。罗教授，查收遗物，下个节点见。成功探测到 H370航班物理残骸，海港航空集团高层被全部批捕。机长林建国恢复名。搜索了12个小时，没有发现苏晨的物理踪迹。他没有携带氧气瓶，他是怎么突破水下封锁的？自动化码头的冷却排水系统连接着城市深海排污主管道。他只要控制排污泵的物理压力阀，就能顺着水流脱离包围圈。闭气前行3公里，会发生脑缺氧物理死亡。他的肺活量和抗压能力打破了常规的人类生理机制。H370事件结束，他摧毁了跨国走私链。他接下来会去哪儿？寻找下一个在物理层面上无法解释的未解之谜。主线任务消失的轨迹完成，震惊值达到峰值，获得被动技能水下极限生存，心肺功能提升至碳基生物物理极值，获得主动技能微表情数据分析。一列满载1200人的绿皮火车进入3公里的全封闭单向隧道后，没有发生爆炸，没有产生物理残骸，质量凭空消失。物理学不存在奇迹，只存在被掩盖的工程学。罗教授准备好迎接下一个维度了。K16次特快列车满载1200名乘客，开往金陵。列车驶入全长3公里的秦岭3号隧道，入口监控拍得非常清楚。按照时速，它该在3分钟后驶出隧道，但出口监控什么都没拍到。这列火车凭空蒸发了。警带着搜救犬，地毯式搜索了半个月，搜出什么了？隧道里有裂缝，有天然溶洞。隧道是笔直的单线铁轨，没有岔道，没有暗门，没有爆炸痕迹，甚至连一滴血都没留下。1200个大活人，几千吨的钢铁，就算炸成灰，也得有残渣吧？质量守恒定律是宇宙铁则。既然监控拍到他进去了，他又没出来，逻辑上只剩下一个可能。那列火车至今依然停在那条隧道里，他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多名武警打着手电走进去，几百米长的火车停在里面，他们能看不见？在特定的工程学伪装下，视觉最不可靠。当年的障眼法到底是怎么玩的？这里是 K16次列车消失的秦岭3号隧道，官方说是未解之谜，但我只相信工程学和障眼法。有人在这里编了一个把整列火车藏起来的死亡魔术。截取刚才的敲击音频，打出频谱图。低频震荡极其明显，残响衰减时间超过了2.5秒。什么意思？按理说，这面墙背后应该是实心的山体岩层，敲击声应该是短促且尖锐的，但它产生了长达2.5秒的回音。这说明这面墙背后根本不是山体，它是空的。还有另一个地下空间，搜救队为什么没发现？局公图，可遇北京国家铁路规划总局调15年前最初的勘探院，原始设计草图，快！
设计方在主隧道右侧10米处平行挖掘了一条辅助导洞，宽度足够重卡行驶。为什么现场没看到入口？那条导洞已经在通车前3个月用混凝土彻底填埋封死了。那条长达3公里的辅助导洞，就是列车消失的空间。原始图纸应该调出来了吧？列车正常驶入，但驾驶员在黑暗中没意识到前方的正轨已经被切断了，将铁轨平移了10度，被强行引入了山体深处的死胡同。算列车被引入了盲洞，事发10分钟后，搜救队就进来了。路口的缺口，搜救队看不见，全瞎了吗？最后一步，永远是封箱。查人员立刻启动液压装置，将铁轨硬性复位。混凝土模块和苏宁水管，在短短10分钟内，将这个巨大的岔路口彻底封死磨平。他们还在未干的水泥表面喷了做旧的隧道伪装漆。他们看到的只是一堵和主隧道完全融为一体的承重墙。需要至少500名熟练的施工人员默契配合，甚至切断了铁路局的信号。到施工、建设以及出具验收报告的特大型建筑集团是哪家？埋1200人，绝不是为了谋财害命，一定藏着比1200条人命还要庞大的惊天利益。物理破拆至勉强，需要重型挖掘机连续作业5个小时，但我赶时间。这是军用级铝热级燃烧包，在超过2500度的高温瞬间灼烧下，混凝土内部水分会剧烈气化膨胀。苏晨正在进行定向爆破，立刻封锁隧道所有出口，绝不能让他接触墙后面的东西。进山的盘山公路刚才发生泥石流滑坡，装甲车全被堵在15公里外了，1个半小时才能徒步到达隧道。这不是巧合。12年前列车消失那天晚上，也是突发特大泥石流，阻断了外界救援队伍。他用一场泥石流给自己争取了一个绝对没有警察干扰的真空1小时，去打开那座尘封了12年的恐怖坟墓。谎言被烧穿了，那辆失踪的幽灵列车今天准时到站了。失踪12年的火车就停在距离搜救队10米的暗道里，车厢里的遗体得是什么惨状？我需要立刻看到车厢内部的情况。1200个大活人，连一根指骨都没留下，他们气化了吗？这只是个中转站，成年人被当成了极度珍贵的特殊资源。要杀到，不是为了掩盖这猎破火车，是为了悄无声息地完成一次卸货，被秘密转移了。罗教授，你的侧写终于跟上我了。真正的地狱，在这条导洞10几公里外的尽头。那个需要用1200个活人去填补的地下工程，到底在生产什么怪物？这扇门背后有一套完全独立的卫生系统。12年前的工程队到底在山体里挖了个什么东西？段誉查到那家建筑集团的背景了吗？查到了，当年负责秦岭3号隧道施工的九州重工，在事发第2年就宣告破产重组了。但我追踪了他们破产前的资金流向，有一个极其庞大的海外离岸基金，向九州重工的海外账户秘密注入了10个亿的巨资。这笔钱的最终来源是哪里？跨国医药巨头，名叫涅槃生物科技。一家医药公司花10个亿，跑到秦岭深山老林里修地下防爆门。他们需要绝对隐蔽的物理空间，以及大量不为人知的活体。你是说那1200名乘客？这扇门背后根本不是什么避难所，这是一个非法的地下人体临床试验基地。罗教授猜的没错，这里是法外之地。克隆端粒酶延长技术在国际上被全面禁止。为了追求所谓的涅槃众生，把目光投向了这片深山。1200个拥有合法身份的公民，在走进这条隧道后，就被注销了社会档案。他们成了涅槃计划里最廉价的消耗品。这就是那1200人的最终归宿，不是瞬间死亡，而是漫长的榨取。
足足1200人，他们在这里到底经历了什么？旁边的是深度骨髓穿刺设备。从设备配置来看，他们不是在做普通的药物测试，他们在提取这些人体内的某种核心造血干细胞和免疫物质。这是活体提炼。涅槃生物科技当年的主攻方向是逆转衰老，他们试图用大量年轻、健康的活体细胞提炼出能延长人类寿命的端粒酶血清。他们被像牲口一样圈养在这里，直到被抽干最后一滴有用的价值。这本日志记录了他们最后的绝望。035号实验体发生严重细胞排斥反应，器官衰竭死亡，已送入焚化炉。8月12日，提取液纯度达标，112号至150号实验体失去提取价值，统一进行物理销毁。最后一条记录是在事发后的第3年。1200份样本已全部消耗完毕，核心抗衰老血清研发成功，所有研究人员撤离。踩着1200具尸骨，他们拿到了想要的长生不老药，但这药不是给普通人吃的。你很聪明，苏晨，但也蠢得不可救药。你是涅槃生物的现任高层，还是当年那个买药的客户？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今晚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当年知道这件事的参与者已经全部被我们清理干净了，这座基地被永久封存。你以为你搞个全网直播就能审判我们？难道不能吗？全国几千万人现在正看着这个地下屠宰场。网络直播是可以被切断的，物理痕迹也是可以被抹除的。山区的通讯已经被我们实施了军用级别的反向屏蔽，3分钟后你的直播推流就会被强制阻断，而你将永远留在这里，成为1201号标本。有一股极其庞大的国家级算力正在疯狂攻击苏晨的直播推流节点，他们在全网封杀这个直播间，能不能帮苏晨顶住？顶不住，这股力量太庞大了，最多还有2分钟，信号就会被彻底掐断。他们绝不会允许那份长生不老药的买家名单公布于世。工兵还在抢修道路，最快还有半小时。那个神秘人既然敢现身，就说明他早就安排了物理清理小队。苏晨现在面临的是一支全副武装的死亡雇佣兵。罗教授，我快撑不住了，对方正在物理烧毁我们的代理服务器。不管他在干什么，必须在10秒内完成数据传输。涅槃重生，只有踩在平民尸骨上的逝去狂欢。所谓的精英，最终享用了那1200人骨血血清的买家。今天，我要让他们的名字刻在耻辱柱上。罗教授，接收完毕。你叫国际刑警组成最高检，一个都别想跑。这个世界上唯一能给那1200个冤魂的交代。他的直播已经断了，他在地下怎么对付剩下的那些武装分子？杀了他，把活体直接炸掉。只要你死在这里，那些名单就是一堆非法的伪造数据。 12年前你们遗留的生物分化炉控制程序，它将终结你们的贪婪。自毁程序已启动，倒计60秒。那条岛洞彻底坍塌了。涉及30多个国家的数百名财阀高层级政要相继落网，全国默哀。
本次事件的核心揭露者神秘黑客苏晨，在地下基地的爆炸中下落不明。那种当量的爆炸，加上地下水道灌，没有人能活下来。你觉得呢？他回来了！他在哪露头了？劫持了国际刑警组织的内部红色通缉令广播网络，他发布了一份死刑和准书。目标是谁？涅槃计划的最高资金提供者，代号亚当的跨国财阀掌门人，在半个月前主动向国际刑警自首。他现在被关押在太平洋公海的塔尔塔洛斯深海重刑监狱。主动自首，以他的财力和背景，完全可以雇佣一支军队在私人岛屿上躲一辈子。因为他知道军队挡不住苏晨，亚当交出了所有同谋的名单，换取在世界上防御等级最高的深海监狱里服刑。他是在利用国家机器和深海的绝对物理隔离，来给自己打造一个安全的骨灰盒。那苏晨打算怎么杀他？深海监狱在海平面200米以下，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24小时后，他将对亚当执行死刑。你们的干预是多余的。这里是深海200米。唯一的入口是一部高压垂直电梯，整座监狱是钛合金全封闭抗压外壳，苏晨就算开着核潜艇来，也轰不开外墙。永远不要低估那个疯子，带我们去见亚当。这里的空气都是独立内循环的，水和食物都有专人试毒。你花了几十亿建立人体提炼厂的时候，没想过会有今天。如果我死了，那些被牵扯进去的政要都会把账算在你们头上。只要我们在这里，苏晨就杀不了你。物理防御确实做到了极致，他从不做无效的恐吓。他一定已经把杀人的刀送进了这座监狱。罗教授，我黑进了塔尔塔洛斯监狱的外围声纳系统，目前方圆50海里内没有发现任何潜艇或大型水面舰艇。我说了，这里固若金汤，他连靠近雾里边界的资格都没有。典狱长，这座监狱的日常物资是怎么补给的？每周一次通过海面平台的物资升降机下放。质疑亚当吃的是储备了半年的军用压缩干粮，喝的是深海反渗透净化水。反渗透净化水，水循环系统是在内部独立的吗？完全独立。我们直接抽取200米深的极寒海水，通过多级物理过滤和高温蒸馏，最后注入0号监区。海水断域，立刻查最近3天这片海域的洋流走向和微量元素监测数据。3天前，有一艘注册在空壳公司名下的无人科考船发生了极其轻微的泄漏事故。泄漏了什么？是一种无毒的用于工业碳伤的高浓度金属钠同位素溶液。根据洋流速度，这批同位素溶液在4个小时前正好经过了塔尔塔洛斯监狱的深层海水抽水口。打翻他手里的水，绝对不能让他喝！你疯了吧？教授，水打翻了，水里有问题。金属钠同位素无法通过常规的高温蒸馏被分离，它已经混入了亚当的饮用水里。只要亚当喝下那杯水，他的体内就会充满极其微小的金属。苏晨根本不需要进来，他只需要在外面发射特定频率的声呐波，亚当的内脏就会被共振瞬间撕碎。恶魔，他是个恶魔！怎么回事？雷达显示，有大量不明微型物体正在从4面8方高速靠近监狱外墙，体积太小，不是鱼雷。切入外部水下监控方。这是什么东西？他打算用这些小玩具炸开钛合金外壳吗？炸不开的。塔尔塔洛斯能抗住深水炸弹。他不是来爆破的，放大那些潜水器的机械臂。晚上好，亚当先生，这杯水不合胃口吗？这是进不来的，这里是绝对安全的。绝对安全。罗教授，你既然看破了同位素共振的把戏，那你应该知道物理学上关于驻波的原理。出城！你敢！塔尔塔洛斯监狱的整体造型是一个完美的圆柱形血震墙。我只需要让外墙上的这800个微型震荡器，以这座监狱金属外壳的固有频率进行持续的高频震动。这片200米深、压强极大的海水，
这是我最好的传导戒指。什么声音？墙壁在震动，我的意识快要崩溃了。立刻把他从核心监区带走。那是驻波震荡的物理焦点，苏晨要把那里变成一个微波炉。门锁死！门禁网络失去响应，底层驱动代码被外部指令覆盖。段誉，建立反向物理连接，夺回门禁控制权。指挥官，各目标并未通过外部网络侵入。声谱监测显示，外壁的数百个微型探测器正持续发射特定频率的能量波。用了传感设备的物理特性，将声学信号转化为复杂的指令流，实现了物理层面的信号注入。切断0号监区的局部电源，重置底层控制板。监狱的设计标准中，0号监区如果遭遇局部断电，维生系统的底层逻辑会判定为遭受外部物理破坏。系统会自动下放钛合金防爆闸门，将该区域完全真空，封死72小时。施用，进行物理破拆。报告，破拆失败。停止破拆，防止反作用力导致手腕骨折。报告监区内部的物理状态。区内部的空气出现了肉眼可见的光学扭曲，地面上之前打翻的净化水，目前在积水中形成了规则的几何震荡波纹。那是声波在液体表面的具象化表现。整座监狱的圆柱体结构正在充当一个巨型谐振腔，墙上的潜水器发出的频率与监狱的固有频率产生了共振，而位于几何中心点的0号监区正是这个驻波场的波幅。停下，开个价，你需要多少资金转移？交易请求驳回。亚当先生，你刚才饮用的净化水中含有高浓度的金属钠同位素，它无法通过常规的高温蒸馏分离。目前，这些同位素已经附着在你的消化道和血液系统中，外部声波的频率被我设定为正好与这种同位素的原子共振频率一致。停止，器官在发热。微观粒子在受限空间内进行超高频运动，这种过程会释放大量能量。这是微观层面的持续冲击，这种感受正是对你过去造成的那些无法挽回的后果的能量偿还。罗教授，目标人物动作停止，生物监测数值降为0，目标已完全停止一切生命活动。法医部门后续会进行解剖确认。底层系统重启完毕，0号监区的物理门禁已经解锁。方教授，时间精确，物理死刑执行完毕。苏晨，你的声学物理杀人模型确实没有留下直接的凶器痕迹，但是控制800个微型潜水器进行毫秒级的同步频率调整，需要极低延迟的数据传输。在200米深的海底，常规无线电无法穿透。你使用的是低频声学调制解调器。你现在就在这片海域的水下。教授，主动声呐在距离监狱平台正下方300米处，捕捉到不规则的低频反射信号。信号特征排除了金属潜航器和鱼雷，体积为成年人类大小，但目标区域没有检测到压缩空气瓶排放的氮气气泡。是无辅助设备的徒手潜水。他在利用生理极限进行抗压，立刻释放深海反潜网，封锁他上升的路线。罗教授，反潜网的部署是合理的战术，但你们的物理围捕网络只覆盖了向上的海面区域，深度超过350米就会突破人类胸腔抗压的生理极限。向下潜，水压会压碎你的肋骨。常规生理极限确实如此，但如果人体的肺部能够在极端环境下将气体压缩到极致，并利用特殊的肌肉收缩改变胸腔结构的受力点，这个极限可以被推迟。法律体系的运行依赖于证据链的闭环。亚当利用这个体系的漏洞，合法的建造了提炼厂，又合法的躲进了监狱。当规则本身成为保护伞时，基于规则的惩罚就失去了意义。精算还没有结束，下一个坐标再见。目标正在匀速下潜，深度350米、400米，深度450米，水压已经超出无保护人体的理论存活上限。该区域存在密集的海底热泉和温跃层，声呐受到温差折射干扰，目标信号消失。国家金融专网的底层协议被绕过，有人向专网内注入了一个体积为0字节的数据包。因为0字节不包含任何执行代码，它只是一次握手请求。0字节那有什么用？发件人的 IP 地址经过了动态伪装，但我追踪了路由节点的跳板路径。他回来了，0字节代表归零，他在通知我们，目标是那座金库。作为呈堂正宫处于绝对风险状态。那是一座金山，外围有武警中队驻扎，内部是全封闭的地下掩体。段誉，切入金库的内部监控网络，我要看金库的实时画面。
我们接到了总部的预警，处于最高警戒状态，大门的物理锁芯没有开启记录，虹膜和指纹双重生物识别终端运行正常。我要确认内部黄金的物理状态。按照规定，开启大门需要总部下发双重授权密钥。授权密钥已经发送，立刻开门。黄金还在，所有托盘的嵌缝完好无损。这不符合苏晨的行为逻辑，他发了预告，金库就不可能完好无损。防伪标识的荧光反应正常，体积和比重没有问题。苏晨的零字结束举报，难道只是个恶作剧？石队长，物理鉴定的最后一步是破坏性检测，是钨合金。钨的密度是 19.35 克每立方厘米，黄金的密度是 19.32，两者在物理比重上几乎完全一致。在你们的眼皮底下，在全天候的监控下，他是怎么把50吨物运进来？进出金库的唯一通道只有内部承重电梯，电梯的运行日志没有记录过大吨位的货物进出。感应地砖数据，过去3个月内，地砖的受力数值始终维持在50230千克，误差不超过200克。金的比重差，完成了质量的等量代换。他拿走一块金砖，就必须在同一时间放下一块钨砖，以维持重力感应器。12个全景摄像头，没有任何死角。就算他会隐身，50吨的物理置换也需要大量的时间。提取所有监控画面的底层帧率数据，没有任何剪辑、倒退或者画面停滞的现象，画面的噪点分布也符合自然规律。通风口的扇叶转速是固定的，计算扇叶在每一帧画面中的相对位移。位移数据提取完毕。车内的位移在某些特定的时间段出现了以毫秒为单位的相位之后，这是摄像头的感光元件，在采集物理光线时被人为注入了同频的干扰光波。罗教授的视觉分析依然精准，他只记录画面中发生变化的部分。你还在金库里？我只是在访问局域网的音频端口，不需要黑掉系统，我只需要利用3台经过改装的高流明激光投影仪。当全息影像的刷新率与摄像头的帧率达到物理同步时，镜头采集到的光信号就被固定了。你遮蔽了摄像头，但50吨的物资不可能靠人力在通风管道里搬运。段誉，调出这座金库的现代化物流图纸。AGV 自动导引运输车进行日常的托盘整理和除湿作业。导车通过地面的磁条轨道自动行驶，连接着金库和外部的无菌消毒缓冲区。正确的推导。在过去90天的深夜，每天凌晨2点到4点，监控进入光学遮蔽状态。AGV 小车每次将200公斤的黄金运出缓冲区，同时将200公斤的钨转运回金库原位。等量代换在系统的数据报表上是一条完美的水平线。那里有独立的安保和人工核验，你的 AGV 小车不可能把黄金直接运上外面的卡车。黄金一定还在金库外围的这座安保大楼里。进出全部需要人工登记和 X 光扫描，没有任何大宗高密度技术外流的记录。封锁安保大楼所有物理出口，任何人不准进出。10吨黄金，体积不算小，他藏不住的。什么？国家级设施里进行蚂蚁搬家，他第一步需要的是内部高权限的物理通行证，没有内部高层的默许和系统级掩护。他的激光投影仪连大门都进不去。这批黄金从一开始就是个烫手山芋。你抓对人了，这50吨黄金根本不是什么等待审理的动作物证。他们买通了主管，利用官方金库的安全级别寄存的私人物理储备。你把黄金藏在大楼的哪个结构里了？黄金的物理形态是可以改变的。1064摄氏度是黄金的熔点。段誉，调取安保大楼近期的电力消耗曲线和建筑改造记录。过去3个月，第3层有一台大功率的工业级废弃物焚烧炉，处于持续的高频运转状态，与一台电磁熔炼炉的物理参数完全吻合。液态黄金的流动性可以解决运输体积问题，但它需要管道。 2个月前，大楼进行了一次全封闭的中央空调冷凝水管道更换工程，施工方是一家外包公司。冷凝水管道排向哪里？直接排入大楼外部的城市地下排水总管网。切开管道。
他把50吨黄金融化成液态，通过特制的保温管道直接排进了城市的地下排水系统。 50吨的液态黄金，如果在地下排水管网中冷却凝固，会造成大面积的物理堵塞。他一定在管网的某个节点设置了液态金属的2次收集容器。黄金溶液的比重极大，流速缓慢，最终汇入了距离安保大楼1公里外的一处地下防空洞废弃蓄水池。通知武警包围那个蓄水池。来稳了。查车痕迹显示，所有的成型金块已经被装车运走。 石队长，物流环节的交接非常顺利。黄金运到哪里去了？石队长，你仔细看看那些铸铁模具的底部铭文。这些黄金已经被重新揉成了无法在正规金融系统流通的实物工艺品。这48小时内，这些实物通过几百家匿名的风和物流公司被分散发往了全国各地的慈善机构和贫困地区。 洗钱集团的账户资金链已经彻底断裂，用犯罪的手段进行资源再分配，你没有执法权。金库主管人为设置物理盲区时，执法权就已经失效了。交易账单物理硬盘就放在蓄水池入口的第一个配电箱里。你利用了视觉残留，用了金属的熔点，还接入了城市管网。你的物理工程学应用的无懈可击。这50吨黄金的运输暴露了你庞大的物流网络，我们会顺着叉车轨迹查下去。我的叉车只因在防空洞里绕了几个圈。 是防空洞上方那条废弃的工业铁路支线。下一场实验，我们将探讨更加宏观的物理结构。各位再见。罗教授，是建委的底层物理监测网络被强行唤醒了。天际中心大厦，它的风阻阻尼气味仪数据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逻辑错误。调出天际中心的风速传感器、物理读数、微风。 没有任何足以撼动超高层建筑的物理气流。调出阻尼器时的内部监控。阻尼器自己动了，这东西不是用来稳定大楼的吗？那液压伺服系统被黑客接管了。它现在的物理运动不是在抵消大楼的晃动，而是在人为的制造大楼的重心偏移，强行扭曲整栋400米高楼的承重脊柱。系统的电子门锁被锁死，一层 PLC 控制柜被植入了循环执行代码，阻尼器进入了强制最大。我追踪到了控制信号的源头，是域网内的内部物理端口，入侵者就在天际中心的大厦内部。瞬间推到一栋400米的钢结构大厦。各位建设者和投资人，目前位于98层的800吨阻尼器正在以每分钟15次的频率进行同步。大楼整体垂直度已经发生了0.5度的物理偏移。罗教授，按照目前的谐振能量叠加公式。 这个形变参数会彻底撕裂大楼的核心铜剪力墙，以正切3度，大楼顶部的水平位移将达到20.9米，大楼会发生不可逆的物理折断。4个小时，大楼内还有2000名正在进行内部装修的施工人员。倒计时开始。立刻封锁天际中心周围2公里内所有主干道，大楼进入最高级别物理疏散程序。他要用2000人的安危来制造一场巨大的危机，这不符合他的犯罪侧写。一栋刚刚封顶的合法大楼和2000名无辜工人。 不具备被惩罚的逻辑属性。我正在尝试反向夺取阻尼器的伺服液压控制权。他并没有锁死物理刹车阀，他只是在给系统输入一个特定的振动频率。什么频率？1.2赫兹。这是这栋400米钢结构大楼的固有共振频率。他是在利用微小的同频共振，让大楼自己撕裂自己。调出这栋大楼的地质勘探报告。在解除危机之前，作为大厦的第一安全责任人。 必须留在现场提供建筑核心参数，就按照国家甲级标准执行的。是那个黑客在搞破坏，你们去抓他！拦着我干什么？物业档案调出来了，使用的是 C60高强度子密实混凝土，地基打入了地下80米的岩石层，物理参数无懈可击。我要直接对话。与符合 C60标号的400米大楼和星筒来说，其物理韧性完全可以吸收这种低频能量，大楼顶多会晃动，但是大楼的 B3层承重发生严重的物理危机。本不是 C60高强混凝土，你把地基的混凝土标号偷偷降级了。我们有第三方质检机构的出厂合格报告。报告是可以伪造的。以前的64根核心承重柱全部替换成了 C30的廉价劣质水泥。物理地震就会瞬间变成一堆埋葬几万人的钢铁垃圾。连劣质水泥浇筑400米地标建筑的承重，这不仅是经济犯罪，这是反人类谋杀。建筑验收报告是全链条造假的，他手里一定掌握着被掩盖的真实原始数据。
如果数据造假，最清楚底层物理逻辑的一定是图纸的设计者。但在大楼地基浇筑完成后的第2个月，他就因为突发心梗被辞退了。在金陵市郊的一家私人疗养院，他不是心梗，他是拒绝签字被软禁了。开发商王总的底库被陷了，他们为了掩盖 C30水泥的证据，肯定会下狠手。10分钟内出发。我们是市局特警，你安全。他把杀手打晕后，让我把这个交给你们。真实的混凝土凝固核心取样数据，氯离子超标400%。那栋楼是一座建在沙堆上的定时炸弹。王总的涉黑灭口团队也被苏晨顺手物理制服了。大楼的共振还在继续，苏晨还没有停止他的物理破坏程序。PLC 控制柜被苏晨套了一层24位的物理动态加密锁，都会被他的算法弹回。底层的 C30劣质程度入内部钢筋，正在发生不可逆的委屈。开发商已经落网，证据已经移交，但继续施加物理应力的目的是什么？是苏晨。罗教授，大楼的结构异响听到了吗？这是劣质钢筋断裂的物理声音。大楼内部的物理缺陷已经被彻底曝光，立刻解锁统计器。罗教授，你太迷信现有的规则系统了。开发商的顶尖律师团队会用无数份伪造的物理专家评估报告来掩盖这颗钢球的真相。他们会把劣质工程合法化，这栋楼最终依然会被卖给不知情的平民，比你们想象的要肮脏得多。那是甲级标准，它能扛住3度的偏移，但它扛不住，在全市几百万人的眼前，彻底暴露在阳光下。我要让这栋大楼成为他们永远无法洗白的物理耻辱处。劣质的细钢筋竟然还填塞了大量的建筑废料和竹条，这就是一堆纯粹的垃圾。画面已经同步全网直播，他将被强制永久爆破拆除。苏晨把事情做绝了。数据取样完成。大楼被冻结了，他刹车了，封锁所有物理出口。苏晨在98层，他绝对跑不掉。3层抓开发商吧，我们下个物理维度见。位于极北地区的深蓝国家级熔灾数据中心底层温度控制系统的数据流出现异常。深蓝数据中心建在冻土层下50米，它的服务器冷却系统依赖极地自然低温和液氮辅助，系统设定恒温为零下20度。但3分钟前，核心存储区的温度传感器读数下降到了零下80度，液氮阀门被物理锁死在最大输出状态。调出深蓝数据中心的硬件网络拓扑图。方志显示，冷却系统的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和外网保持物理隔离。指令修改不是远程入侵，有人进入了地下50米的核心机房，手动更改了液压阀门的开度参数。深蓝数据中心存放着什么数据？国家级基因库备份，以及部分绝密的远洋地质勘探物理数据。他去那里不是为了偷数据。零下80度已经超出了常规货机芯片的物理运行下限。他是在利用液氮物理切断数据中心与外界的传输通道，他要制造一个信息孤岛。石队长，我们已抵达地面入口，外部的生物识别门禁系统失去电力供应，红外热成像仪在暴风雪环境中受到严重的热量衰减干扰，无法探测到地下建筑内的热源分布。切断液氮储备罐的外部物理管道，停止向地下输送液氮。外部工业管道的压力表显示为0。液氮没有从外部输入，
他在使用地下机房内部储存的备用液氮循环系统。罗教授的半导体物理学知识依然准确。核心存储区的300台服务器已经进入物理休眠状态。苏晨，你冻结了国家级数，具备分节点。你在掩盖什么物理信息？我没有掩盖信息，我是在进行物理保全。你们应该核查一下，这处占第1万平方米的地下恒温空间里，是否只有硅基服务器？硅基芯片的休眠温度是零下80度，但碳基生物细胞的无损冻存温度是零下196度。碳基生物细胞的冻存温度。段誉，扫描深蓝数据中心的建筑底层图纸，计算冷却系统的热交换功率与实际服务器散热功率的比值。热力学数据提取完毕。深蓝数据中心的备用液氮循环系统，设计最大制冷功率为500兆瓦，但300台服务器的满载发热量加上地热传导，只需要100兆瓦制冷量。冷却攻略存在400%的物理溶于，这不是为了服务器准备的。零下196度是液氮的沸点，也是人体干细胞和胚胎冷冻保存的标准物理温度。数据中心的地下1层是服务器，在物理图纸没有标明的地下2层，存在一个需要消耗400兆瓦制冷量的巨型人体冷冻库。120个独立冷冻舱，液氮液位正常，舱内物理温度零下196度。你到底是谁？破坏这个环境会导致系统彻底崩溃，舱里的生命体会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他们本来就是医学定义上的死人，这是一家未经国家卫健委批准的非法物理冻存机构。这些舱里装的是国内顶级富豪和身患绝症的利益集团核心成员，他们试图用超低温停止细胞代谢，等待未来的医疗技术将他们物理唤醒。罗教授，这不仅是一个违背伦理的冷冻库，维持120个冷冻舱运转，每年需要消耗数万吨的液氮和极其庞大的电力。这些富豪为了维持自己的物理躯壳，利用他们控股的能源企业，非法截留了极北地区3个地级市的冬季供暖能源配网，将其转化为数据中心的专属电力供应。截留城市供暖能源，难怪极北地区过去3年冬季频繁发生物理断网和区域性停暖。他们在用几百万平民的物理温度来维持自己躯壳的冰冷。苏晨，你切断了液氮的物理输入管道，液氮在常温下会不断气化。你打算通过物理升温销毁这些冷冻舱？罗教授，热力学第2定律不可逆转，我已经关闭了所有的液氮物理补给阀门。根据室温传导系数，72小时后，冷冻舱内的温度将跨越零下130度的玻璃化箱电临界点，细胞内水分会重新结晶，物理刺破细胞膜，这些富豪的躯体将变成一堆失去复活可能的碳基肉泥。防爆门采用钛镍合金，中间夹层填充了隔热陶瓷。伤心爆破会破坏地下承重结构，导致冻土层物理坍塌。特警无法在72小时内完成物理突破，我们需要夺回温度控制系统的底层权限。段誉，分析温度控制系统的控制逻辑。系统的物理主板在地下机房内。苏晨设定了一个物理死循环代码，只要主板检测到外部温度高于零下50度，就会触发液氮紧急排放阀，将所有储备液氮排入外部冻土层。用温差作为触发开关，如果我们强行送入热风提高环境温度，反而会加速冷冻舱液氮的物理流失。生物信息系统记录了这首批120名客户的真实物理身份和资金流向账本。这份账本存储在地下2层的独立闪存阵列中，目前因为极低温，闪存阵列处于物理休眠状态。苏晨的目标不是单纯的物理破坏，他要这份名单和能源节流的底层证据。他需要这些数据作为审判的物理凭证。当温度回升到零下40度时，闪存阵列的物理读写功能会恢复，那是他提取数据的唯一时间窗口。苏晨，我是冷冻库的投资方代表，你关闭液氮阀门的行为已经构成了严重的物理资产破坏。用300万平民的供暖煤炭份额，换取120具不生不死的冰冷躯壳。你们的资产评估模型缺乏基础的物理等价原则。提取不了闪存里的名单数据，闪存阵列配备了物理测绘装置。若温度上升曲线偏离了预设的平滑启动算法，内部的微型热容断气就会物理烧毁复苏显现。热力学传导模型是可以被人工干预的，我不需要解冻内部闪存阵列，物理干预已经开始。后极分子的物理震荡产生热量，
热量直接在金属机柜表面生成，并以可控的物理速率向内部扩散，完美符合物理防自毁程序的平滑解冻算法。罗教授，深蓝数据中心的局域网流量出现上行物理脉冲，达到零下40度，底层物理读写功能恢复。苏晨正在提取名单数据。石油，物理切割进度如何？切割完成80%，再过4个小时才能揭开防爆门。数据提取完成后，苏晨会立刻撤离。地下50米的空间，他必须依靠现有的物理管道逃生。调出数据中心的排气排风图纸，只有一套用于排出气化氮气的超压排气竖井。竖井直径80厘米，垂直高度50米，温度为零下80度，直通地表，且充满高浓度的纯氮气。苏晨，冰弹数据你已经拿到，但你面临物理死局，超压排气数据。你的水下生存技能无法在缺乏氧分子的气体环境中维持神经元供氧。罗教授，生物体的物理需氧量确实无法改变，我只需要改变排气竖井内的物理压强和上升速率。核查地下机房的液氮管道压力数据。罗教授，苏晨关闭了所有的泄压安全阀，他将储备罐内剩余的10吨液氮全部一次性注入了机房内的开放式气化槽。液态氮转化为气态氮时，体积会发生700倍的物理膨胀。10吨液氮在封闭的地下机房内瞬间气化，会产生极度恐怖的物理气压。使用！立刻让破拆特警远离防爆门！机房内部的物理压强正在呈指数级上升。防爆门会被内部的气压像炮弹一样冲开。全体特警后撤100米，寻找物理掩体。700倍体积膨胀带来的物理动能，气流上升速度达到每秒80米，这就是我的物理电梯。他利用液氮气化的膨胀动能，把自己当成炮弹发射过了。滑翔翼的物理雷达反射力超强，120人，全部是垄断能源、医疗和基建行业的顶端资本控制者。这份名单公布，将直接摧毁3个省级行政区的黑色利益物理链条。冷冻舱的温度回升不可逆转，物理死亡和司法清算将同时到达。他利用物理上的绝对零度冻结了这些人的寿命，又用物理学的热胀冷缩摧毁了他们的防线。极致的理智加上对物理法则的完美应用，他的犯罪模型已经没有常规的破绽了。罗教授，我们还能抓住他吗？只要他还在物理世界中干涉因果，他就会留下能量转换的痕迹。他摧毁了现有的规则，但他必须建立新的物理平衡。下一个节点，他会挑战更底层的运行逻辑。罗教授，国家量子计算中心盘古底层的物理算力分配出现异常，常规算法无法调动全部的量子比特。但3分钟前，盘古中心90%的算力被一个未知的并行程序强行接管，该程序正在运行秀尔算法。秀尔算法的物理作用是什么？它利用量子叠加态进行质因数分解。全球金融系统的底层安全基石是 RSA 非对称加密，传统计算机破解需要1万年，秀尔算法配合盘古的算力，只需要4个小时就能完成物理破解。他要破解全球金融系统的加密密钥，这会让所有银行账户的数字失去物理保护。调出盘古中心的建筑能源消耗读数。盘古中心位于西部内陆的地下岩洞中，目前的电力消耗数值达到2000兆瓦。量子推向该效应需要极低的环境噪声和接近绝对零度的物理温度，它要维持4个小时的极限量力运算。必须有人在现场对量子芯片的稀释制冷机进行物理层面的超频干预。石友，通知西部战区特警分队，目标在盘古中心地下机房。制冷机混合式温度降低至10毫开尔文，量子比特相干时间延长40%，算力荣誉达到破解阈值。音频通道建立。苏晨，你占用了国家级量子算力，破坏 RSA 加密体系，会导致全球金融数据发生物理层面的混乱。现代社会的物资调配依赖于金融数字的准确性，这会引发实质性的饥荒和供应链断裂。罗教授的宏观经济学与物理学的因果推导很准确，但我运行秀尔算法，不是为了摧毁普通人的银行账户。我破解的目标是隐藏在金融专网底层的一个名为“先知”的预测行为学模型。预测行为学模型，它通过收集全球400亿购物联网节点的物理数据，利用量子算力预测市场波动和人类群体行为。这套算法被9个跨国资本垄断。他们利用预知能力，在物理世界制造金融潮汐，合法地收割底层资产。他们是算法中的幽灵。今天，我来物理清除这组代码。
石队长，地面防爆门采用机械反锁，电子控制总成已经被切断了。装甲车的热熔切割作业预计需要2小时。罗教授，常规破拆时间超过了他的破解倒计时。盘古中心有没有其他的物理通风系统？对，调取盘古中心的冷却散热图纸。盘古中心依赖地下河水进行初级热交换。在建筑的负50米处，有一条直径2米的物理排水涵洞，连接着外部的地下暗河。特警可以通过潜水设备从排水涵洞逆流进入地下机房。水温数据是多少？地下河水温为4摄氏度，但目前排水口的传感器显示水温正在急剧下降。水体开始出现物理结冰现象。液氮直接排入地下核热交换池，液氮气化吸收大量环境热量，水体温度将在5分钟内降至冰点以下。排水涵洞的物理通道已被冰层封堵。你利用热力学箱便封锁了涵洞，但你同样封锁了自己的物理退路。算法破解需要4个小时，特警的破拆只需要2小时，时间变量对你不利。罗教授，特警切开防爆门后，需要经过长达300米的下降通道。我开启了通道内部的电磁屏蔽发生器，不仅的夜视仪、通讯设备和电子瞄准具将在进入通道的瞬间发生物理失效。他们只能依靠手电筒进行物理摸索，这会将他们的推进时间延长至3个小时。我在物理时间的计算上预留了15分钟的冗余。你摧毁了先知模型，切断了资本寡头的预知能力，但这不会改变社会财富分配的物理现状。寡头依然掌握着生产资料，物理现状需要外力打破平衡。休尔算法破解完成后，我不仅仅会删除先知模型，我会将模型的核心预测代码通过低轨道通信卫星开源广播到全球互联网的所有物理节点。所有人都能预测未来时，预知能力的价值就会归零，资本的信息差将被彻底磨平。电磁脉冲屏蔽，放弃电子设备，使用强光手电和机械破门锤物理推进。通道内存在多道物理隔离门，保持匀速破拆。罗教授，特警进入电子盲区，我们失去了与突击队的物理通讯连接。盘古中心的数据上行速率已经达到峰值，休尔算法的破解进度达到85%，最多还有40分钟，先知模型的 RSA 密钥就会被物理穷举破解。他要开源预测模型。人类社会的运行依赖于信息不对称产生的物理势能差。如果底层民众掌握了与寡头对等的预测算法，现有的金融秩序会发生瞬时雪崩。你的物理购买力会因为信用体系的崩溃而归零。这不仅是针对寡头的攻击，这是对现有文明结构的降维打击。我们如何阻止数据广播？广播依赖于中心机房的卫星天线物理阵列。段誉，计算盘古中心所在山体的岩层密度。如果特警无法及时切断天线电源，我们需要从外部进行物理遮蔽。苏晨，绝对的信息对称会导致热力学上的热机，没有信息差，社会系统将失去物理流动的动力，生产停滞，物流瘫痪。你期望的公平，在物理层面上表现为绝对的静止，那是文明的死亡状态。罗教授，目前的系统不是在流动，而是在进行单向的物理虹吸。99%的财富质量向顶端探索。这会形成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黑洞，黑洞最终会撕裂所有靠近它的物理结构。我开源代码是为了引发一次可控的大爆炸，重新分配系统的基础物质。阵痛是重组物理结构的必要能量消耗，破译进度达到90%。你已经突破了最后一道物理隔离门，距离你所在的机房还有50米。你没有物理时间完成上传。物理时间的主观感受取决于观察者的参考系，与量子级别的运算，1秒钟足以改变一切。铰链物理屈服点即将到达，准备突入。开源广播程序启动，目标近地轨道通讯卫星群。罗教授，我们已到达天线阵列物理上空，机房深埋地下，我们无法进行物理干预。切断它的物理传输介质，投放石墨粉尘弹，覆盖盘古中心的外部卫星天线罩。石墨粉尘具有极强的物理导电性，它会在天线表面形成一层法拉第笼，物理屏蔽所有的电磁波发射信号。明白，投放石墨粉尘。苏晨，石墨粉尘阻断了你的微波通讯，你无法将数据发送到太空。
物理层面的信息广播已被切断。苏晨，离开控制台，双手抱头。罗教授，石墨粉尘的物理导电性确实构成了完美的法拉第笼，但我来这里之前查阅了盘古中心的底层物理建设档案。为了应对和打击引发的电磁脉冲灾难，盘古中心除了卫星天线，还铺设了一条深埋地下的军用极抗干扰光缆。光缆直连位于东海的海底光缆主干道，光信号的传输不依赖电磁波发射。地下光缆的物理交换机在10年前就已经特意封存，你需要物理硬件授权密钥才能重新激活它。我花了一点时间自己撤销了一个，光学传输速度为每秒20万公里。再见，罗教授。阻止他！为保持阵型，如此机舱入口，他没有夜视能力，跑不出去。特警队长，回收槽的管道直径80厘米，直接连通地下河的深水层，水温4度，水压15个大气压。我的肺活量和太阳能力足以支撑我在水下闭气前行6分钟。物理学总是存在多条路。罗教授，数据包已经扩散到全球4000万个物理节点，底层加密已经被消除，任何人都可以下载并运行这套预测算法。国际金融市场的物理交易量在过去1分钟内下降了90%。寡头的量化交易程序因为失去了信息优势，全部触发了熔断机制。F 的物理转移停止了。我们输了吗？他把整个世界的规则都掀翻了。不，没有输赢，他只是推动了系统的熵增，旧的物理结构坍塌，新的物理结构会在废墟上重新建立。这是热力学的必然结果。我们作为执法者，需要做的是在新的物理平衡建立之前，维持最基础的生存秩序。我们在物理出口发现了嫌疑人遗留的物品，是一本手写的物理公式推导笔记。这不是普通的公式，这是休尔算法的底层逻辑推导过程。他在最后一行留下了一句话：观察者效应。只要我们还在注视着这片深渊，深渊就无法随意改写物理法则。我会继续观察的，苏晨。